在枪迷圈里，格洛克一度被奉为现代手枪标杆，甚至被推上手枪之王的神坛。但2025年的今天，当枪械工业早已迈入模块化、战术集成化的时代，别再抱着格洛克的老黄历吹嘘了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盘点10款真正远超格洛克、彻底改写战术手枪格局的狠角色。第10名，斯普林菲尔德 Echelon 40。很难相信，一把手枪的核心零件能像换手机壳一样方便。美国斯普林菲尔德于2023年推出的 Echelon 模块化战术手枪，简直就是一记重拳，狠狠敲碎了格洛克行业标杆这种老旧思维。它的模块化激发核心堪称手枪界的乐高，整套激发机构做成独立模块，30秒内就能移植到不同尺寸的枪体中，从紧凑型到全尺寸无缝切换。格洛克换个握把都要改结构，而 Echelon 直接把定制化做到了极致，9毫米口径，740克空重，20发扩展弹匣，再加上皮卡廷尼导轨的全功能扩展。相比 Glock 17的万年老架构， Echelon 定义了手枪该有的未来形态。第9名，瓦尔特 PDP。 德国手枪向来以精准著称，但瓦尔特 PDP 的精准超出所有人的预期。这把枪在2021年同时获得了美国 NRA 年度最佳战术手枪和射击时报编辑之选的双料大奖，被很多人称作德系战术防卫的新标杆。它的人机工学几乎做到了极致，带掌根支撑的握把，密集的菱形防滑纹理，不管是干手、湿手还是戴战术手套，都能牢牢贴合，形成接近吸附式的握持感。这把枪使用9×19毫米口径，弹匣容量15到18发，出厂就支持 MOS 光学瞄具安装平台，扳机行程短，击发干脆，轻轻一扣就能击发，没有一丝多余动作，精准度非常高。相比格洛克17那种生硬偏重的操作手感， PDP 在射击舒适度上全面碾压。可就是这样一支被竞赛射击圈公认的潜力王，居然很少有人关注，难道它真的不配被更多人了解吗？如果说瓦尔特 PDP 的优势主要集中在精度与操控性，而下一位选手则靠极限微型化杀出重围。它的尺寸比一部 iPhone 手机还小，却能携带12发9毫米子弹。第8名，西格绍尔 P365 Fuse。 在微型手枪领域， P365 早已是大明星，而当西格绍尔推出 P365 Fuse 版时，它瞄准的是战术级别武器标准。这款 Fuse 延续了 P365 紧凑的身形，但配备标准战术导轨，加大握把，并强化了光学瞄具平台的稳定性。最亮眼的是，它依旧采用双排弹匣，默认容量12发，同时保持极低的握把厚度，手小的人单手握持也毫无压力。全枪长度只有167毫米，扳机拉力约2.8公斤，具备极短复位行程，连发节奏十分跟手。但紧凑的枪身也带来一些代价，部分用户反馈握把偏滑，长时间射击时枪口跳跃感仍稍高于全尺寸手枪。不过，如果你觉得它只是在小枪中塞进大枪的功能，那么排名第7的这款已经完全具备主战手枪的实力。第7名，金箔227鲨鱼碳纤紧凑型手枪。227最显眼的设计就是半封闭式套筒结构，顶部几乎没有开窗，可有效防止灰尘进入激发机构。整枪采用碳纤维增强聚合物，枪身轻到离谱，空枪重量约660克，相当于2听330毫升可乐的重量。标配光学瞄具安装平台，搭配3.3英寸枪管和14发弹匣，扳机拉力约2.6公斤。平面战术扳机配合菱形防滑握把，射击手感轻快流畅，尤其在近距离连续射击时表现优秀。不过，因其轻量紧凑的结构，不少用户反馈后坐力略大。虽然这款枪在战术圈的关注度并不算高，但不少射击教官私下承认，它在训练时展现出的控枪一致性，远超人们对小型手枪的预期。第6名。CCP9 Nocturne。 提到捷克 CC，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可靠耐造，可这支 CCP9 却偏偏在传统坚固之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升级。它采用击锤激发结构，搭配轻量化铝合金套筒，全长不到190毫米，12+1发的弹匣容量和4英寸枪管，
让它在紧凑与性能之间找到了平衡。最特别的是它独特的枪管前移布局，枪管比传统结构多前探了约15毫米，让整枪重心更贴近枪口，连续射击时枪口跳跃被牢牢压制。缺点也并非没有，铝合金的套筒相比钢材更怕刮花，如果长时间在沙尘或泥泞环境下使用，还是得勤做保养。第5名 ，Shadow Systems M2 920手枪。920是一把在格洛克19基础上深度优化，专为专业战术玩家和执法人员量身打造的手枪。Shadow Systems 这个品牌虽然历史不算悠久，但凭借对格洛克架构的极致打磨，而在市场上迅速崛起。920继承了格洛克19的紧凑型尺寸，兼顾便携性与火力输出，却在细节上进行了大幅优化，比如重新设计的握把角度，贴合更多人手型的握持方式，能有效降低后坐力。在射击性能方面，920配备了一套自家调教的优质扳机系统，行程清晰，复位短而迅速。相比原厂格洛克那种偏硬的扳机，920给人的触发反馈更加干脆利落。第4名 HKVP9 手小弦握把粗，手大弦握把细。HKVP9 直接给你9种组合，3种背板加6种握把片，总能拼出属于你的专属手感。VP9 其实就是为了取代自家 P30 系列而重新开发的一款战术型击针式手枪，它依然沿用聚合物底把和短后座闭锁的结构。VP9 用定制化告诉你，战术手枪就该像西装一样合身，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取代 P30， 成为多国警队新宠的原因。别再吹格洛克谁都能用了，那不过是谁都只能凑合用。第3名，卡尼克 TP9 SFX 手枪，花500美元却能在射击比赛里吊打2000美元的高端竞赛手枪，这就是 TP9 的性价比魔法。这款以德国瓦尔特 P99 为原型，由土耳其 Canik 公司打造，定位是平民可负担的竞赛手枪，售价大约在500到600美元左右，对民间玩家来说算是非常亲民的竞赛级用枪。其击发系统采用预制击针结构，扳机行程短，复位迅捷，拉力约 2.1 公斤，出厂就标配红点基座，对竞技选手极为友好，但它也不是毫无代价，整枪尺寸偏大，隐蔽携带不现实，且部分原厂塑料部件在极寒环境下表现不佳。目前土耳其宪兵、卡塔尔安全部门以及波兰边防单位都有采购 TP9 系列的衍生型，而 TP9 SFX 在射击赛事里多次战胜高端品牌。有选手评价，它只花1半的钱，却能打出80%以上的性能。第2名 FN509 Tactical。 为什么这2年越来越多特警队、安保单位会把格洛克 Glock 换成 FN509？ 其实这枪从一开始设计就是奔着军警任务需求去的。FN509 是基于美军 MHS 竞标所开发，主打就是战术拓展性强、可靠性高。它出厂就配螺纹枪管，可以直接接消音器。顶部光学接口兼容9种主流红点瞄具，弹匣标配17发，还支持24发超容量弹匣。原厂扳机虽然干脆，但拉力稍大，对于追求极限精度的射手来说可能不算轻松。虽然 FN509 在美军竞标时输给了西格 P320， 但在民间市场和执法系统里反倒被不少单位自行采购，用的理由也很简单，结实耐造，稳定可靠。第1名 Staccato C2 把1911改出16发弹匣，战术与竞技的终极缝合怪。 Staccato C2 在经典1911设计上做了大幅度现代化优化，这把枪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握把角度非常贴手，同时滑套与握把距离比较低，让射手开枪后更容易快速回正瞄准。扳机行程短，回弹爽快，很多老派1911玩家都说，它给人的感觉就像熟悉的1911，却又做出了现代化的升级。部分退役教官和 IPSC 选手评价它既能拿来做防卫，也能拿去靶场打出漂亮成绩。当然，它也并非完美，定价大约在2500到3000美元左右，比大多数聚合物战术枪高不少。而且双排弹匣涉及对手型偏小的射手可能会握持稍显吃力。整体来说 ，Staccato C2 更适合对精准度、射击节奏和可靠性都有较高追求的人群。在新时代，模块化、人体工学、光学集成才是战术手枪的必备素质。
格洛克曾经固然伟大，但它早已不是唯一的答案。这10支手枪才是新时代真正的战术王者。